我就说他是惯犯吧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。他违不违反交通规则，跟撞没撞徐大妈这是两码事儿啊。他警察也得讲证据啊。这位大叔是个明白人，这是交警提供的监控视频，你们来看一下。事发地段正好是一段监控盲区，没有采集到有效的视频信息。从以南、以北两个方向看，两位当事人进入监控盲区的时机是存在差异的。是老太太先从南边进入盲区，3分钟后，小伙子从北边进入盲区。按照两人的正常时速来预估，如果老太太是被小伙子撞倒的，那么老太太倒的位置应该是靠近更北边一些。那这就说，从视频上来看，不是他撞的人。哎，长庆哥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您的意思是我妈撒谎是吗？哦，我不说，听警察说啊，听警察说。以目前的视频证据来看，经过初步研判，我们无法认定到底是不是小伙子撞了老太太，可能需要结合后续的走访调查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者，才能给出综合判断。没法认定。哎，你这视频不是很清楚吗？老太太走路的速度和她骑车速度根本就不一样，她怎么不能结案呢？还有一种可能性，什么？那就是小伙子进入盲区之后突然加速了。哎，肯定是这样啊！哎，他是做什么职业的？他送外卖的，肯定是接了急单，他加速了，撞老太太身上了。这个可以查，我有后台数据，当时我一单都没接。那你肯定也是其他什么原因你加速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审审他，你审一审，一审就审出来了。好了，不要着急。那现场走访调查你们什么时候安排？啊，大叔，不要着急，我们会尽快安排的。辛苦你们了啊！谢谢，谢谢警察同志。什么？还能这样？就这样，人警察还在后续调查呢。我这师妹玲玲啊，就把人这李良在那外卖平台上给投诉了。哎呀，当初这徐大妈呀，我就不同意收她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她这闺女，浑身是刺儿，无理搅三分。咱们厂老职工谁不知道啊？收进来一定会有麻烦的。哎，果然，让我说准了吧？你现在说那没用的，那是我师娘。哎，搁着你师娘来，你收不收？我长庆，你那个师妹确实是有点离谱啊。这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。我师傅跟师娘原来啊，前面有一儿子，8岁的时候得脑膜炎死了。师傅和师娘隔了好多年，有玲玲的时候都40了。哎，老来得子就是一惯呐。说起来，玲玲也不容易。我师傅当年是车间主任，条件也不错，他也算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吧。你们也都知道，他小的时候不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师傅走以后，变得跟个刺猬似的，逮谁跟谁掐。其实他就是怕我师傅没了以后，他跟我师娘受人欺负。哎呀，没谁欺负他呀。你当年咱们厂子的风气多好啊，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啊。那也不看是谁带的，是不是？厂里没人欺负他，架不住外边有人欺负他呀。他当年结婚以后，跟他前夫去了南方做生意，赔了。我师娘把那棺材本钱都给他垫在窟窿里了。这生意刚刚有了好转，嘿，转身跟一小子走了，把玲玲给甩了。你说我师傅要在世，能允许这种人进他们家门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听说从南方回来以后，他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呀。当时是找了一个工作，而架不住那单位跟这一样，对不对？把企业给干垮了，没工作了。后来就一直在找工作，到现在还在找呢。那你师娘会不会因为钱讹人呢？他不可能啊！我师娘是咱厂的退休职工，她待遇在那儿呢。再说师娘什么人性，你们俩跟我一块进厂的，你们也知道啊。那也不能那么绝对吧？就是，特别是老年人，特别是为了儿女着想的老年人。长庆，你也再想想，这徐大妈她怎么就突然改口了呢？说是那小伙子给撞了呢？
想不出来呀，我。嗨，说到底就是我师娘跟玲玲都是苦命人呗。谁又不是个苦命人呢？你就说那李良吧，你看他一个月，他送那么多单外卖，我给算了一下，他每天得干14个小时，什么人这么拼呢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得把这事给弄清楚。孙哥，您就帮我这个忙吧，您把账号借我用用，我给您跑晚上的单，咱俩28分。你不是不知道平台现在抓的有多严，别说28了，这3期我也不敢。我的号要是一封1个月，我得养家糊口啊。那孙哥，3期46也行，我妈在医院真急着用钱呢。小李啊，这个忙，哥真的帮不了你，你手边看看吧，我来订单了啊。喂，王大夫，您再宽限我几天吧，您别把我妈的治疗给停了呀。几天？3天？不是，大夫，我这真遇见了点急事儿，这没1个星期处理不好啊。求求您了，大夫，您，喂，王大夫。玲玲，哎，你歇歇吧。没事，我不累啊。妈，今天呢是我陪您啊，然后明天啊，长庆哥就带着他们那儿的护工来，这是他们应该负的责任。您要是对护工不满意，咱们就让他们换到你满意为止啊。玲玲，哎，我这一摔，这治伤得花多少钱呢？这钱的事儿您就别担心了，咱们医疗保险能走一部分，剩下的让撞你的那个小子掏。啊，现在呀，您最主要的就是安心休息。大夫说，万一有什么并发症，那真的是无底洞了。啊，无底洞啊！哎呦，别担心啊，又不用我们掏钱，警察和交警那边正在查。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撞您的，但我觉得路上肯定有人能看见吧？那小子跑不了，啊。说这事真是奇了怪了啊！你说这条街上虽然不能说人来人往，你这么多街边的小店，愣没一个人看到徐大妈到底是怎么跌倒的。我问问这个，哎，老板，哎，您经常在这儿做生意吗？啊，哦，我问您一下哈，就是前天下午有一老太太就在这个公交站边上摔倒了啊。不是让一个外卖员叫救护车给送医院去了吗？哎，对，就是他，他是怎么摔倒的呀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估计就是外卖员撞的呗。我当时还想呢，该，这怎么叫该呢？就这帮外卖员，有一个会好好看路骑车的吗？整天风驰电掣的，啊！别看我们这条街啊偏，那每个月啊最少都有2、3回这外卖员撞车的，这回倒好，哎，直接撞人了。这是刻板印象，这绝对是刻板印象。咋？难道不是外卖员撞的？不是他撞的，他扶什么呀？岂有此理！难道见义勇为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吗？你这还教育上我了？得，我呀什么都没看着。你们买水果吗？不买啊，走人！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一无所获，可不吗？该问的都问了，该找的都找了，哎，既没有目击者，也没有摄像头。如此看来，我们明州集团的民用监控系统还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。嗨，
到什么时候都得有女企业家的派头。你们仨说走就走，我一个人，我又是主持工作，又要事无巨细的检查落实情况，我容易吗？我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一定是搞得鸡飞狗跳。不是井有跳，不井有条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打听到了一点徐大妈他们家的情况，我挺感慨的。哦，你看徐大妈不是有一闺女吗？一直没工作，前段时间据说找了一工作。结果呀，他这个中介公司、招聘公司都是骗子，那个咨询费啊、中介费啊，杂七八八的收了2万多块钱，结果一直拖着不让入职，再找过去怎么样啊？人去楼空了。你想想，徐大妈她1个月的退休金才4000多块钱，全填补给她闺女了。我得问问去。问谁去？问我师娘啊。我觉得这事儿我答对。对，走。哎，你留下，主持工作。对，你主持工作，走。哎，瞧见没有？咱们中心派来的护工，一会儿你们俩进去就把他支走，我跟我师娘好好聊聊。啊，先等会儿啊。地瓜，我是土豆，我是土豆。地瓜，我是土豆。好，嘿，你还带个这玩意儿干嘛呀？你不用那么敏感，以备不时之需的啊。走。师娘，哎呦，师娘，您看，中心的这领导都来看您来了啊！您好，这陈总、钱成，你们都来了。是。哎，姑娘，你先出去歇会儿，我们跟大妈这说说话啊。您吃点水果不？哦不，得嘞，给您放这儿啊。好点没有？我挺好的啊。哎呀，你看啊，玲玲啊，今天早上才走的。这小宋呢就来接班了。是。我现在啊，还离不开这止疼片。长青啊，那个你看我老躺在这儿，我以后还能走吗？你看您操心这干嘛？咱得听大夫的，大夫不说了吗？配合治疗3个月，准保您健康了。3个月啊？太折磨玲玲了。玲玲那孩子你也不是不了解，她那么孝顺，就是不让她到这儿来，她也闲不住，对不对？师娘啊，那个我那天啊，我就记着您真的是亲口跟我说是您自个儿摔倒的。哎，怎么玲玲一来您就改口了呢？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，我就是说您是不是血压一高就犯糊涂？那您哪次这话是清醒说的是对的？哪次？我不知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。没别的意思，师娘。我们就是你看这个中心不是派护工过来，跟玲玲倒班伺候您嘛，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她具体情况，然后呢，中心留个底。留个底？是留什么底呀？您出去啊，本来我们都不该管，我们也不用管啊。可是您在外头摔着了，那我们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提高我们的管理质量，那我们就得。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。那你们到底是管还是不管啊？管，师娘您放心，啊，只要我在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绝对不会没有人管您。那，你看，那领导都在这儿，您就把您那天的情况，再仔仔细细的给说一遍呗。罗生门呐，罗生门。我就觉着我师娘有什么话想说没说出来，兴许是当着你们俩面，她说不出口，不然我再回去一趟啊。你回去什么呀？你还能亲得过人家闺女吗？我就觉着这明摆着就是为了要隐瞒，为了闺女隐瞒点什么事儿，我觉得问不出来了，没什么转机了。
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这师娘就是诚心讹这个李良了。不好说。你不好说。那你说呢？我现在暂时还没证据嘛，你这不应该呀，这个。行了，回头再想吧。哎，你看那不是吕梁吗？哎，孙先生，你这双老眼还真行啊！老眼，我这可是一双能穿透人性的眼睛，这点你比我可差远了。距离稍远点，好赖人你都分不清。我当初把你选到中心来的时候，那你是好人还是赖人呢？行，你们两个说说，这孩子现在坐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怕受冤枉，是想讲理呢。那想讲理，那干嘛不上去跟他们讲呢？哎呀，怎么讲啊？那事实谁能说得清楚啊？先喝口热汤，暖暖身子啊。谢谢叔。我妈得了尿毒症，在老家等着钱做透析呢。这工作实在是不能停啊，有的时候为了结集单，我也违章。但是比起交罚款，我不能让平台停了我接单的资格呀，那是我妈的救命钱。这下倒好，我扶个老人，想着做件好事儿，这结果还赖上我了。你说这做好事不是积德的吗，叔？这怎么把我给毁了呀？哎，李亮，你说你平时送外卖接单忙得连饭都吃不上，你怎么那天那么有耐心送徐大妈上医院呢？那你就让孩子先吃口饭呗，啊，你快吃饭。您说的对，我看见大妈，其实是因为我想起我妈了。我出门在外这么久，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妈。我当时是犹豫了，但是我一想，这要是我妈在老家摔倒了，那我肯定希望有个人能扶她一把，送她去医院啊。咱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，对不对，叔？说得好，孩子，难得你这番话。多好的小伙子啊！多做做徐大妈的工作，不能冤枉好人呐。吃口菜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我是李良。交通队。好，我准时到。交通队找我了。根据我们调查，在李先生的电动车上没有发现碰撞刮擦的痕迹，从徐大妈的身体跟衣服上也没有看到被撞的痕迹，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双方没有发生碰撞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上面没有痕迹，不代表他没有碰到我妈呀。我妈这么大年纪了，
轻轻的碰一下他就倒了，你们得把这个考量在里边啊。可是我们连轻微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啊。没有发现不代表没有吧？这话再说回来了，就算他没有碰到，他这个电动车一下子从我妈身边经过，给老太吓倒了，也是有可能的呀。那这样不代表说他没有责任，都是因为他呀。话是这么说啊。什么叫话是这么说呀？老太太好好的在路上走着，他过去把人扶起来送到医院，还垫付医药费，这凭什么呀？他心虚呀，这不心虚他能给人送到医院去啊？我怎么就心虚了？他在那倒着，我给他扶起来啊！玲玲，你这逻辑我都听不懂了。你想，你妈妈在外头出了事儿，人家帮了你妈妈，反而有了责任了。咱将心比心，以后谁还敢管老人呐？对呀，哪有这么多好人呀？哪儿来呀？啊！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，我们无法证明双方曾经发生过碰撞刮擦，也不保证一定没有发生过，所以我们的建议是，双方自行协商解决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不认为这是一起交通事故。协商怎么协商啊？这还用问啊？我们不是讹你，我妈有医保，但是医保以外的费用你得掏，这营养费她得掏，还有我妈万一有什么并发症，这钱你得出吧？这什么就这钱我出啊？凭什么我出啊？什么凭什么呀？你撞了人不就得你掏吗？怎么就是我撞了人？那不是我撞的，那警官都说了不是我撞的。杜女士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双方就一定没有发生碰撞刮擦，但是这件事情上了法庭，谁主张谁取证。到时候你可要拿出李先生碰撞你妈的证据来。不是啊，我妈在医院啊，那就是证据啊。玲玲，有没有证据你心里没数吗？不是啊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合着，哦，这合着你们是一伙的，就欺负我和我妈是不是啊？我还不相信了，这没地儿说理去了是吧？这玲玲，我说两句。人警察刚才说了，没有李良撞师娘的证据。说实话，师娘刚进医院的时候也是亲口跟我说，她是自己摔倒。刚才警察同志说了让咱们自行解决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师娘不是有医保吗？啊，医保之外和你刚才说的什么营养费啊什么，我们养老中心来负责，行不行？您真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是这么想的。养老中心我们3个人说了算。你妈妈在外头出了事，我们养老中心是有责任的。我们中心决策层就4个人，今天就来了仨。对。我是为了钱吗？我是为了钱吗？就因为我没工作，是不是？你们就觉得我负担不起我妈的医药费？我是说理呀，我是受害者。行，你们欺负我，我就不相信我没地说理去。哎，玲玲，玲玲，你别这样，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啊？没什么可商量的，你们不讲理，我找讲理的地方去。这事儿闹的真是。这派出所和交通大队我都去过了，人家现在认定不了责任啊。那您能不能先把我的派单资格给我恢复了呀？不是，这人家现在不撤销对我的投诉，那咱们平台不能就这么对棋手吧？喂，什么事儿啊？喂，您好，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个事情要反馈一下，啊，我是一个外卖员，这前2天呢，我在公交站扶了一大妈，对我还给她送医院去了，结果人家现在讹上我了。你说这玲玲，她就不让步，非要把这事儿闹到法院去。你说这事儿闹到法院，法院怎么处理啊？还能怎么处理呀？调解呗。像这种没法认定事实责任的情况，估计要调解到双方都拖不起为止。
他就是拖不起嘛。徐大妈等着要钱看病，那李良呢等着赚钱给他妈看病。你说让这一对人给撞到一块儿了，你说这……哎，各位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咱们社区上新闻了啊！扶老人反被讹，好人到底还能不能做了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本台记者将会继续为您。哎，这李良还去找了记者了，这明摆着是要坏我们名声啊！这是啊。那你说说，他不把这事情闹大了，他还有什么出路啊？他这下咱养老社区算是出名了。消除影响，赶紧消除影响啊！哎，徐大妈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徐大妈怎么了？被撞了，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？送医院。咱现在就说这事儿啊，不是他撞的，不是他撞的，他干嘛把人送医院去？是吧？瞧你说的，哎，那杜玲玲是个多么难缠的姑娘，你不知道？你不是你粘着人家徐大姐，跟着人家屁股后边想跟人家跳舞的时候了，啊？我相信徐姐。老赵，这一码归一码，他不能现在就把我们一竿子养老院的人都给折进去。现在什么说法？坏人变老了。坏人变老了？哎，过河了。这事儿还用说吗？肯定是讹人家呀！坏人真的变老了，以后见到老人倒地，只能躲着走，免得被赖上。这家心仪养老社区也不能没责任吧？只顾了挣钱，不看护好老人吗？喂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好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记者不嫌事儿大，堵病房门口了啊！咱赶紧去吧。哎呦！哎呀，玲玲，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儿了啊？没事没事，那个撞您的人啊，恶人先告状，找了电视台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他找电视台，我找法院告他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大妈，这个手机上说的就是您啊？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这事儿都上了手机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真是，这都成热门事件了。怎么，听您闺女的意思，真是那个外卖员撞的呀？你没完了是吗？病人在休息，你不懂啊？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这么多人，哎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？哎，这影响病人可是不对的啊！你们这是？请问您和病人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新一养老中心的呀。不，是他们两个是负责人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在本次事件中，您觉得我们养老中心应该负什么责任呢？老人被帮助却反咬一口，请问你们养老中心在今后的管理中，会不会对老人进行善意的引导，以避免再次出现坏人变老这样的社会舆论呢？首先我得说，病人不是坏人啊，不是坏人，我们养老中心也没有坏人。行，别说了，话筒给我，话筒给我。我是信宜养老中心的负责人，我叫陈新成啊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。是不是我的事儿？大伙儿都知道了呀。您别担心，别担心，我一会儿就去找医院，让他们把这些记者都给赶走啊。您怎么样？我跟玲玲这命，怎么这么苦啊？哎呦妈，你别这么说。哎，长青哥，我这不懂啊，他是恶人先告状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得找律师啊，我也得告他我。玲玲，你就别这么想了，啊，冷静冷静，咱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。不是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怕我们影响养老院的声誉啊？哎，明明是我们占理，你不但不帮着我们，还倒打一耙，跟他们站一伙的啊！你们那儿的名声是名声，我妈的名声不要了。妈，你别怕啊，我们占理，我们怕什么呀？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去。哎，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您和病人有什么关系？
我是病人的女儿。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如果真的是那个年轻人他帮了我妈，那我一定要报答他，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他，因为这是从小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，要知恩图报嘛。事实情况是他撞我妈了，是他在那儿颠倒黑白，还假装当好人，那就是诬陷我妈呀！啊，那我妈的名誉呢？啊，我妈的名声他就不要了。你喝口水吗？我妈呢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善良的人。但善良的人他不应该被人欺负呀，是吧？所以现在赔不赔钱都不重要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向我妈道歉，他必须道歉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找律师，我得告他，我必须保护我妈。哎，算了吧，算了，哎，都算了，这里不是新闻发布会，不要影响我们院的正常工作。请离开，请离开，这是医院啊！别拍了，走吧啊！这里是医院，请不要影响我们正常工作，谢谢，请离开。刚才都听见了吧？有我呢，就算这天底下所有的人跟我们作对，也别怕，总有说理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人老了真是没用，我怎么不早点死啊？您别这样，别这样。说这个干什么呢，妈？就是师娘，您说您辛苦一辈子了，好不容易老了，该享清福了，别什么包袱都往自个儿身上背，咱聊点别的，聊点轻松的啊。您躺着。师娘，您还记得我刚进厂子那时候的事儿吗？那时候我同学们都考上大学了，我就当了工人，我心里还有点不太高兴。进厂子的时候，我师傅看出来了，就跟一个父亲一样，关心我，照顾我。师娘您也关心我。就那时候，师傅每顿饭打开饭盒一看，师娘都还给我准备了一份呢。当学徒这几年，没少吃师娘做的饭呢。说实话，师娘您还有我师傅，在我心里头，跟我父母的分量都差不多。那时候我们一块进厂的这徒弟们，甭提多羡慕我了。哎，这都过去这么多年的事儿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我父亲死得早，说实话，就是做人的道理，他都没来得及教我，全是师傅教我的。我跟着师傅学，师傅告诉我说，认认真真做事儿，清清白白做人。我师傅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，我也是跟着师傅这么学的。那个，师傅这话你认可吧？长兴哥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师傅。师娘，就李良那孩子，他妈妈也住院，尿毒症。我为给他妈治病，没日没夜的接单干活。我还问他呢，我说：“哎，你都忙成这样了，你干嘛去扶一个你说是自个儿摔倒的老太太呀？啊，不怕人讹你吗？”您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就是想着我妈有一天在外边摔倒的时候，有人能过来扶她一把。”那孩子呀，他不像是说假话，咱得将心比心，咱不能伤了好人的心，你说是不是？师娘，您也是一个好妈妈呀。
玲玲，哎，妈跟你说，妈，你说啊，怎么了？是妈自己摔倒的，不怨别人。我这个也用不上了。徐大妈想通了，都是苦命人呐。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，啊，有问题咱们一块儿解决，您这心里不也就亮堂了吗？玲玲，妈没本事啊。自打你回来之后，一直没有工作，后来找着工作了，结果还上了当。我一直都想帮你呀，哎呀，我也只能帮你打扫打扫卫生，就这点事儿，妈还摔了，我真的是没用，我只会给你添乱。妈，你帮了我好多了啊，别这么说嘛啊！那天大夫说，我这伤啊，恐怕是离不了人了，未来还有可能恶化，而且还要花一大笔钱，我怎么能成为你的累赘和包袱呢？玲玲，你是个苦命的孩子，这些年你遭的罪，受的委屈，我帮不了你。唉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说是那个小伙子，他撞了我。刚才你们在外面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听见了，我这心里就跟刀割的一样难受啊！玲玲，哎，你是那么相信我，护着我，可我呢，我对你撒了谎，我骗了你，骗了这所有的人，都是我错了。唉，这人老了，真的是可怜。妈，师娘，您别这么想，也别这么说啊。人老了没什么，谁不老？我也老了，对不对？但只要咱们自尊自爱，啊，又有亲人陪伴在身边，有什么难咱过不去呀？是不是？没事啊。你说徐大妈怎么会弄出这么一出来呀？啊，弄得咱们差点名誉扫地。要我说呀，犯了错啊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那你说弄这一下子，道了歉就完了，这也就是咱们这儿这些老人呢厚道，还能接受他。我师娘是犯错，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如果他现在也不公开真相，会是个什么结果？没有证人，没有证据，法院也无法判定这件事儿谁对谁错，他就咬着不松口啊。那你说会怎么样？他用不着去面对今天这样的局面吧，他也用不着去道歉吧。可是呢，他承认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像我师娘这样的人心里是有底线的。不是吗？我们都说知错就改，知耻者近乎勇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怕没那么容易。咱别的不说，就说事儿，搁在咱们仨身上，你就能敢保证你把这件事儿能做得这么清清楚楚，能把该说的都说出去吗？对于一个老人，他去做这样的事儿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毁掉了他的名誉，去改正了这个错误。啊？还要谴责他吗？
这就是所谓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呀。不过这事儿呢，对我们这儿的老人也是一个警醒。有些错误，我们是犯不起的。俩球啊！轰动一时的扶老人事件尘埃落定，老人承认是自己摔倒的，与李先生无关。李先生也恢复了在外卖平台的工作。关于这件事，我们认为尊老不能以牺牲无辜者和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利为代价，更不能造成社会性伤害。服与不服的纠结是道德的退步，而法律只能是最后的底线，不能让我们的善意在一次次伤得千疮百孔之后变成陌生的路人。哎呦，你别这样！谢谢你们，叔，要不是您替我说服了大妈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工作呢。哎呦，我不是我说服的，我师娘是我师娘自个儿良心说服自个儿的，真的，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，也真对不住你啊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你能答应。那您说。时光，能否请你慢一点，慢到足够同过往告别。时光，能否请你快一点，快到忧愁烦恼都忘却。打包所有疲倦，蒙着眼还向前，柴米油盐偶尔冒险找一个梦去实现。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缘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春夏秋冬，岁月漫长，东南西北，人海闯荡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总有人一路同行。这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缘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哭过笑过，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悲欢离合走遍，没有解不开的结。这一生团圆分离，回望每段情离。请每个努力生活的你。